妈妈就是留着这条命，我一定为你报仇。这个恶魔不死，妈妈就不会罢休，我一定要他偿命。恶魔不死，我死不闭眼。视频中的这位女士是一位癌症患者，也是一位痛失爱女的母亲。恶魔不死，我死不闭眼，我绝不罢休。这句嘶哑的哭喊来自刚熬过鼻咽癌局部晚期放疗的林女士，而她口中的恶魔曾是她女儿李群养了2年的男友林伟强。2024年11月2日清晨，林女士反复刷新手机，前一天女儿发来的消息还带着期待：妈，还有49天考研，我报了辅导班。可约定好的早安却石沉大海。当民警调出监控，他亲眼看到22岁的女儿笑着上了林伟强的车，那是李群最后一次出现在镜头里。那个曾在医院对他轻声说阿姨好年轻的胆小小伙子，不仅掐死了他的女儿，还把尸体藏在出租屋床底，开着16度的空调掩盖气味。今天我们就来还原这起让母亲泣血的悲剧，看看一个孝顺上进的女医学生为何会被一段畸形感情推向深渊。2002年出生的李群是安徽安庆农村走出的姑娘。初2之前，她是典型的留守儿童，跟着爷爷奶奶长大。这份缺失的陪伴让她比同龄人更早学会了懂事和坚韧。2022年，她凭着一股狠劲儿通过专升本考试，被安徽医科大学护理专业录取，在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的联合培养点就读。书桌前堆着一摞荣誉证书，是他对自己的要求，更是对父母的承诺。这份承诺在2023年10月变得格外沉重。李群的母亲林女士被确诊为鼻咽癌局部晚期。得知消息时，林女士一度想放弃治疗，治不好还白花冤枉钱。正在备战学业的李群连夜赶回家，扑通一声跪在母亲面前，抱着她哭：你不治疗，你死了，我也陪着你。从那天起，李群成了母亲的专属护工，陪着化疗，记着用药时间，连母亲放疗后口味变了，都特意网购软质糕点寄回家。李群的懂事刻在日常的每一条微信里，他和母亲有个约定，每天早晚必定报平安。午饭时会拍下餐盘分享，今天吃了红烧肉。复习到深夜会发一句：妈，你先睡，我再背20个单词。兼职做家教赚的第一笔钱，他没给自己买新衣服，全打给了母亲。知道母亲听力因放疗受损，偷偷攒钱买了降噪助听器，藏在枕头下给她惊喜。我的那个肿瘤的位置就靠近耳朵嘛，就放疗以后呢，就听不到了。这个是他给我买的，他说以后给我买更好的，啥都不用操心。为了给母亲凑医药费，他把自己活成了女超人。中学时就研究电商，大学后注册公司，卖过彩妆、服装。最风光时买过40多万的奔驰，亏损时就东拼西凑，早上5、6点处理订单，白天上课，晚上备战考研，梦想着将来当老师，给父母稳定的生活。林女士后来才知道，为了让患癌的自己能申请低保，女儿悄悄把名下的公司、银行账户全转到了男友林伟强名下。她什么事都瞒着我，报喜不报忧，说男朋友把她照顾得很好。可这份好却成了刺向女儿心脏的刀。2023年，林伟强去医院探望她时，只说了句阿姨好年轻，就匆匆离开。林女士当时还觉得这小伙子胆子小，没成想他竟是个藏着獠牙的恶魔。说起李群和林伟强的羁绊，始于高中校园，两人同级不同班。林伟强是老师眼里扶不起的阿斗，来自普通工人家庭的他，从小就是出了名的混不吝，成绩常年垫底儿，上课逃学，经常去网吧通宵打游戏，打架斗殴也是常事儿。而李群是名列前茅的优等生，课间抱着书本刷题，放学帮老师整理作业，两人就像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。可林伟强偏偏盯上了他，
当众递情书，放学堵校门口，用尽各种方式追求。专注学业的李群明确拒绝：“我现在只想考大学。”遭拒后的林伟强没有知难而退，反而变本加厉的纠缠，在李群的课桌里塞零食，用陌生号码发暧昧消息，甚至跟踪他回家。直到李群的父亲找到学校，他才暂时收敛。毕业后，两人断了联系。李群以为摆脱了麻烦，可命运却开了残酷的玩笑。2018年，两人通过网络重逢。此时，李群电商生意刚有起色，大专肄业、无业在家的林伟强立刻从前山跑到安庆，借口帮你发货，赖在他身边。在他“我改好了，以后好好对你”的软磨硬泡下，2022年底，李群心软答应确立恋爱关系，也因此亲手打开了潘多拉魔盒。从2023年开始，林伟强吃软饭的本性暴露无遗，每天打游戏到凌晨，找工作3天打鱼2天晒网，连买烟钱都找李群要。李群忍无可忍提出分手，他就当场下跪，自扇耳光，扬言：“你敢分，我就从楼上跳下去。22年的时候，他俩就是谈恋爱了，在一起谈恋爱的1年9个月的时间里吧，日常所有的开支全部就是依靠我女儿。凶手在我女儿生前就是对她各种死缠烂打，以相残自杀的方式不跟我女儿分手。”李群躲着他，他就跑到学校门口堵人，甚至写下200万的结婚欠条，承诺每月给你3万，哄骗他复合。李群明知是空头支票，却念及高中同学的情分，更怕他真的做出极端事儿，一次次妥协。他不知道，这种心软是在给对方递刀。2024年6月，林女士给女儿安排了相亲，想借定亲冲喜，让自己安心。我生病了，23年11月6号确诊是鼻咽癌的局部晚期。我年底给你定个亲，给家里冲冲喜，好不好？看着你结婚，我怕妈妈等不到那一天。我女儿当时就说：“为了我妈，你让我做啥，我就做啥。”我就给她挑了一个男朋友。然后10月2号呢，这个男孩子就过来了，就是给我们见了面，就让我特别的喜欢。妈妈，你就等着跟我享福，你会好的，你将来还要给我带孩子。李群顺势再次提出分手。8月认识了一位有正式工作的男生，10月双方见过家长。眼看新生活就要开始，林伟强彻底失控了。他疯狂拨打李群电话，发威胁短信说：“你敢跟别人好，我就毁了你。”那我给我女儿就是安排相亲这一块，她就有点生气，给我女儿就是不让我女儿见她男朋友嘛。李群无奈，只好让他继续帮忙打理仓库，负责发货。微信名称改成林仓管，想慢慢划清界限。可他没等到彻底解脱的那天，林伟强已经在暗中计划着一场谋杀。他提前买好了3棱军刺、电击枪，就等着一个动手的机会。2024年11月1日，距离考研只剩49天，李群忙得脚不沾地。早上，他给母亲发微信，让帮忙拍户口本首页，用于考研报名确认。他还兴奋地说报了辅导班。谁也没想到，这成了母女俩最后的交流。当天下午，林伟强以讨论网店经营事宜为由，约李群在他位于安庆宜秀区光彩大市场的出租屋见面。李群本来不想去，但想到仓库还有些货需要对接，加上林伟强态度诚恳，便答应了。出发前，她和新男友约好，处理完事情就去高铁站接他。晚上8点左右，李群从学校打车来到出租屋，刚进门，林伟强就问起她新男友的事儿，语气带着明显的敌意。李群不想争执，说明来意后就准备离开，可林伟强突然情绪爆发，一把拽下他的书包扔在地上，死死拦住去路。杀人后，林伟强没有慌乱，反而展现出惊人的冷静。他把李群的尸体拖到侧卧的床底下藏好，
将空调调到16度制冷，延缓尸体腐烂。随后他带着李群的手机、手表以及提前买好的3棱军刺、电击枪，分别扔到附近的垃圾桶和江堤边，试图销毁证据。深夜11点，他打车逃回前山老家，以为能瞒天过海。另一边，林女士发现女儿失联后连夜报警，民警通过学校监控锁定了林伟强的出租屋。11月3日上午，在前山一处大桥附近，警方将睡眼惺忪的林伟强抓获。面对审讯，他起初供认不讳，可没想到庭审时却突然翻供。凶手作案后，他藏尸，当晚丢弃3棱军刺刀，还有那个电击枪，刻意误导警方办案。警察他大概的也说了一下，就是说他在那房间里第一次掐了没掐死，掐晕了，然后他第二次又起来准备跑的时候，他就用双手给他掐住了，最后给他窒息死亡，并且用那个腿给他把他抵住，2个手给他掐住，就是不让他起来。没有用一些凶器，反正在卷宗里没有说用凶器。2025年9月19日，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庭审现场成了林女士的凌迟场。她带着女儿送的助听器，死死盯着被告席上的林伟强。这个害死她女儿的恶魔，竟比案发前胖了不少，穿着崭新的白 T 恤，一脸无所谓。林女士只有一个诉求，声音嘶哑却坚定：我放弃所有民事赔偿，我女儿的命要用她的命来偿。庭审的道歉环节成了对家属最残忍的2次伤害。林伟强抬头盯着天花板，轻飘飘地说：我对不起李群父母。连眼神都没和林女士对视，更没有鞠躬。他当庭推翻了之前的8次供述，嘶吼着：我们没分手，是他脚踏2只船背叛我。被法官质问证据，他就耍无赖：谁能证明她是我前女友？甚至当他猜到是朋友出面做了证后，他在法庭上嚣张地喊：我出去后就报复他们。更让林女士崩溃的是，女儿遇害1年后，她连殡仪馆7.9万元的费用都凑不齐，只能看着女儿的遗体停在那里，直到殡仪馆减免部分费用，村民捐款才勉强办完后事。而林伟强这个被李群养了2年，连烟钱都要靠他的人，到死都在推卸责任。司法鉴定明确显示，他没有精神病，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。他的残忍是刻在骨子里的自私。想他的时候，我就抱着他的照片，我就在床上睡。我第一次梦见他的时候，我去抱他吗？他不让我靠近。我说为什么你不让我抱抱你？他说妈妈，我要走了。我说你去哪里？我也要去。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不准你去，你就在这里。然后我努力地去抱他，他走得好快好快，就再也抱不到了，再也抱不到了呀。如今林女士还在等1审判决结果，她每天摸着女儿的照片，重复着那句话：恶魔不死，我死不闭眼。这个被癌症和丧女之痛双重折磨的母亲，连吃饭洗澡都需要丈夫照顾，却凭着一股信念撑着，她要为女儿讨回公道。李群的悲剧是善良的悲剧，更是不懂拒绝的悲剧。他以为高中同学的情分值得珍惜，以为一次次妥协能换来对方的醒悟，却忘了烂人是喂不饱的，疯子是劝不醒的。当一个人开始用极端方式控制你，当他的索取让你喘不过气，及时止损不是无情，而是对自己的保护。我想我们的善良要留给懂得感恩的人，我们的包容要留给值得的人。遇到像林伟强这样的人，别犹豫，立刻拉黑，报警，用法律保护自己。你的心软只会让他得寸进尺。而作为父母，有空时多和孩子聊聊心里话，别让那些长大了只会报喜不报忧的孩子陷入险境时却不自知。林女士也是后来才知道，女儿的包里总是装着创可贴，电脑里也存着腿部淤青的照片，那些她没说出口的委屈，都早已是危险的信号。22岁的李群本该走进考场实现考研梦想，本该穿上白大褂救死扶伤，本该在母亲身边尽孝，
他的人生本该有无限可能，可这一切都被林伟强的自私、贪婪和残忍毁掉了。愿天堂里的李群能收到妈妈迟来的拥抱，愿人间的我们都能带着锋芒善良，也愿法律早日还李群一个公道，让恶魔付出应有的代价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小薇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就从小就是跟着那个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在一起在一块儿，让我每次就多回来看看他嘛。他从小他就是来报恩的那种孩子。如果时光能够倒流，我逃犯，我也不会把他一个人留下。我对他的亏欠太多，这一生我都会在亏欠、遗憾、自责，在这种煎熬中，但是我好想他啊！真的好想，我想他再抱抱我，想他对我说一句“妈妈有我在”。他跟我一起，反正说话的时候，就是经常说爸爸，他说我想多说。他遇害的时候是11月1号，还有2个月呢，就是他23周岁的生日。我这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看上他穿婚纱，没能抱上我的外甥，没有能让我女儿带着我去看天安门。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案件解析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小薇说案，打开小铃铛，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更新。有什么想法或想听的案件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和小薇一起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